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之前出咗一條影片，就同大家睇過華強北嘅手機小王子，就講佢嘅發跡史同埋到最後發癲喺街度跳舞嘅事蹟啦。咁呢一集呢，就同大家睇一睇呢個華強北到底係點樣衰敗啊！華強北曾經係令到蘋果都怕咗佢嘅。咁呢一個山寨王國到底發生啲乜嘢事呢？咁其實上一條片都有同大家講過啦，華強北曾經咧係製造過好多富豪噶，就好似上次同大家所講嘅山寨手機王子陳金玲啊，當年呢，靠住華強北佢係賺到過億身家嘅。但係陳金玲嘅破產故事其實只係華強北嘅冰山一角咋，即係華強北係可以令到人暴富，亦都係可以令到人破產發癲嘅。咁其實當年呢，蘋果手機擴大產能啊，佢行貨價格降到去6000蚊以內，而當時華強北辛辛苦苦改裝嘅蘋果14就冇人買啦，賣手機嘅區域啊，全層無人問津啊。而為咗收回成本啊，當年呢係有人打出10蚊10件嘅口號，10蚊10件就係直播賣低價低端配件，甚至有人當時啊係編做商場搬遷退租嘅話術，就想吸引啲人過去華強北嗰度買嘢啊。咁點解華強北呢一個當年最犀利嘅富豪製造機到而家今時今日係會失靈呢？咁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豪賭兩個字啊！曾經華強北呢係有無數嘅商業風口喺度嘅，正所謂企喺風口上邊，豬乸都識飛上天。但係今次呢，佢賭錯完一次又一次。當年有句說話就係話華強北打個乞嗤啊，蘋果都要震一震啊！曾經嘅華強北，我唔知大家有冇去過啊？當年呢，係每個櫃台都有好多嘅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甚至乎坐喺度同你傾偈嘅都係億萬富翁啊！而當年可以瘋狂崛起，係因為佢哋不顧一切咁樣去抌錢追風口，而帶頭嘅就係所謂嘅潮汕幫啊！無論顧客當年要啲乜嘢電子元件，以潮汕幫為核心嘅商戶都會互相幫忙，就務求用最短嘅時間揾到顧客需要嘅所有商品啊！曾經有一個矽谷嘅美國工程師講，喺美國你要揾400個電子元件需要2個月，你喺華強北1日就可以揾到晒俾你。咁由呢一點你又聽到佢哋嘅調貨能力同協調能力係有幾咁強啦。而喺潮汕幫嘅帶領之下，華強北嘅商戶每次一遇到風口就集體衝鋒，效率極高啊！第一個大風口就係喺2005年啊，山寨機之父聯發科將處理器、芯片、WiFi 等等模塊整合喺一個平台上邊。咁同一年啦，國家就開放咗手機生產審批制，做手機唔再需要牌照啦。亦都係由於呢一樣嘢啊，華強北過萬個商戶都靠住生產山寨手機賺到錢啦。佢哋可以生產到4卡4代、升降式攝像頭、反向充電等等功能嘅手機，唔單止個樣奇特啊，個價格呢係得相似品牌嘅一半啊！就算係我自己當年呢，亦都係有用過呢啲山寨手機嘅。蘋果啱啱出嘅時候，我亦都喺嗰度買咗部山寨手機，咁當時好平，700蚊就可以有 Touch Mon 啦。咁然後去到早幾年啦，疫情前啊，佢哋係可以生產到一啲咧營銷用嘅手機嘅。嗰啲手機係可以咧自動同你家人、自動同你去 at 微信群組入邊嘅所有人嘅，所以佢哋咧可以生產到呢啲咁恐怖嘅嘢嘅。因為當時我係疫情前有去過華強北去睇過嘅，咁所以佢哋係可以盡量滿足到客戶嘅需求，去客製化呢啲咁樣嘅手機嘢出嚟嘅。咁講翻正題啦，就譬如當年呢，中國最大嘅手機品牌波道啊，一部新手機賣1000蚊，第二日啦，你就可以喺華強北揾到一部幾乎一樣嘅山寨版，只係要600蚊啊！原來喺巔峰期嘅時候，華強北係有36間嘅批發市場，26000間嘅商鋪啊，一年呢係可以賣到1.5
1.5億台嘅山寨手機啊，營業額係高達3000億啊，就連係一個1米長嘅櫃台，一年租金都要12萬以上，而且一櫃難求啊！咁你可想而知，當時整個華強北係可以創造得到幾多百萬、千萬富翁出嚟啦。而比做山寨手機更加出名嘅，就係佢可以捉到蘋果手機嘅風口。咁喺當年，華強北係搶先蘋果發布咗 AirPods 3嘅，呢個係耳機嚟㗎，甚至乎有網友講啊，話蘋果係華強北嘅子公司，佢哋嘅 CEO 啊，仲要漏夜去華強北度入貨啊，係幾諷刺嘅一件事啊！咁當然啦，呢類耳機我都有了解過嘅，佢個品質係同蘋果唔同㗎。只係得個樣似嘅，後來佢哋亦都係可以做到有一啲好高仿啦，但係高仿嘅話呢個價錢亦都係貴啲嘅。咁點解我又會知呢？因為我曾經係有買過佢嘅高仿耳機，對比過蘋果嘅真品，咁結果呢，我係分唔出邊個先係真，邊個先係假嘅。但係啦，呢啲咁樣嘅山寨機生意呢，講到尾其實都係低端。內卷價格戰係會令到大家嘅利潤越嚟越薄啊！原本一部機係可以賺到200-300蚊嘅，到最後你買一台呢，只能夠賺到5-6蚊，好多商家就囤貨囤死咗啊！因為個利潤太低啦，逼到佢只能夠轉行啊！咁後來剩低嘅商家唔再做手機啦，更加做一啲簡單粗暴嘅事情，就係直接走私水貨手機。咁譬如有唔少嘅商家就會利用一啲走水貨嘅手法啦，喺深圳各大港口船上邊都安裝啲暗格，或者係港澳地區走啲手機過嚟，就希望咁樣可以繞過海關嘅檢查，就將啲手機由香港啊、澳門啊走到去深圳，佢再賣出賺利潤。咁樣嘅利潤呢，係會好過佢賣山寨手機賺5-6蚊一部嘅。咁喺近年呢，其實係有唔少嘅水客喺自己身上邊係可以帶到幾十部手機嘅。曾經呢，我見過最誇張嘅係有水客可以喺自己身上面綁到100幾部蘋果手機嘅，誇唔誇張呢？咁跟住落嚟精彩嘅嘢又發生啦喎！咁呢啲咁樣買翻嚟嘅手機，經過華強北嘅改裝拆機，用戶嘅感受呢，可以講得上係冇任何變化嘅，就令到佢哋可以賺到錢啊！當時佢哋喺水貨市場就做到所謂嘅雙贏啦。但係如果你話靠水貨手機賺錢，其實你拼嘅呢就係品牌發售新機嘅時間同庫存。如果品牌個生產跟得上嘅話，你呢啲水貨手機呢就冇咗價格優勢。咁所以如果產能追得上嚟嘅話，你呢啲水貨手機肯定冇市場㗎。到時蝕嘅唔單止係黃牛啊，仲有嗰一批囤咗機嘅華強北水貨商家。本來最賺錢嘅風口呢，就係咁樣舐晒嘢啦。咁由於手機業務衰落啦，係令到華強北都開始走下坡路啊。咁佢被逼開始轉型啦，但係佢嘅核心轉型仍然都係追風口。2017年啊，有啲商戶開始利用走私電子產品嘅渠道喺國外搬運一啲美妝產品。美妝產品利潤高啊，只要避開個稅呢，走私翻嚟嘅國外美妝品就可以為佢哋帶嚟極大嘅利潤啦。咁因為呢，有部分嘅美妝產品佢嘅稅呢係可以去到5%到6%㗎，亦都係因為呢一點呢，成個華強北2萬幾個商戶入邊有10% 個轉型去咗做美妝，明通電子商城幾乎全部改行，就連個名啊都改埋做明通美妝商城啊。咁但係啦，你走水貨又好，走私又好，呢一樣嘢你係偷稅漏稅，喺大陸嚟講啊，你逃稅啊，分分鐘判得重過你殺人放火啊。咁發生咗一單6億事件，乜嘢6億事件呢？呢個事件喺2020年嘅年底發生㗎，就係有一個涉案金額高達6億嘅美妝走私大案。華強北竟然有36人係俾公安拉咗嘅，而呢單案件啊係直接上埋央視新聞啊。咁上得央視，代表呢一樣嘢已經冇運行啦。咁最後啦，華強北好多間嘅市場關門整頓，美妝轉型宣告失
敗。咁喺六億事件之後嘅同一年呢，華強北又繼續揾到新嘅風口咯。今次嘅風口巴閉啦，就係講緊芯片啊。咁當年佢哋講笑啊，就話啦，而家啲賊啊唔搶錢啊，改搶芯片啊。喺2021年6月，香港發生咗一單大劫案，有一架裝住14箱高端芯片嘅送貨卡車，俾3個匪徒搶劫價值500萬港紙嘅芯片，不翼而飛。原來喺呢單案發生之前嘅幾日啊，深圳某個工廠價值1000萬嘅芯片都俾人偷咗啊！由於中美打緊貿易戰，然後大陸喺高科技上邊俾美國制裁啊，就變成原本手入邊有芯片嘅人就一夜暴富啦。生意最好嘅時候啊，就連冇櫃台嘅背包客啊都可以年入百萬噶。有經驗嘅老闆半年就可以輕輕鬆鬆賺到過千萬啊！好快，囤芯片就成為華強北最新嘅做生意標配啊！華南啊有一條村啊，竟然可以湊到過百億嘅現金啊，去到華強北炒芯片啊，勁過當年嘅炒房團啊！呢啲芯片呢係嚟自唔同嘅渠道噶，有啲係原廠貨尾，有啲係商家囤積咗之後漲價嘅正規芯片，亦都有唔少係各地回收嘅電子垃圾。咁雖然華強北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去滿足市場對芯片嘅需求啦，當年呢可以講得上賺到盆滿缽滿嘅，但係始終呢啲方式係唔能夠持續噶，因為華強北嘅芯片業務呢係受制於品牌嘅產能啊，就算囤積庫存再大啊，只要品牌增產滿足被需求，芯片嘅價格好快就會回落翻去原本嘅水平啦。咁即係話 iPhone 嗰個情況再次喺芯片嗰度發生啦。咁而且你中美之間咁嘅關係，你要喺外國攞到芯片翻嚟，亦都唔係咁容易嘅事。你華強北亦都冇能力去生產山寨芯片啊。咁後來喺2022年啊，呢一類嘅芯片廠商見到有利可圖，就擴大產能，控制價格。華強北嘅芯片需求又大大降低啦。最敏感嘅大商戶就首先開始出貨逃離，而虛高嘅芯片價格喺幾個月內崩盤，暴富神話再一次破滅。而家咁睇，其實華強北好犀利啊！每個風口佢都捉得到，每個風口佢都賺到錢啦。但係最後點解嚟到今時今日會衰敗呢？咁其實喺1988年開始到而家，華強北一直都係中國最有競爭力嘅電子產業街區。同佢有得比拼嘅就只有北京嘅中關村，但係喺2018年5月開始啊，中關村就拆咗最後一個電子批發市場啦，就徹底轉型成為普通嘅商業街。咁中關村就冇咗啦，華強北就變成中國甚至亞洲最大嘅電子市場啊！佢嘅競爭力唔使諗，一定好強啦。咁雖然起步唔算得上好勁，好有光環，但係華強北佢嘅創新能力好強啊！由山寨手機呢一點你就已經可以睇到啦。而且佢哋知道市場要啲乜嘢，邊樣賺到錢，邊一樣嘢有機會紅嘅，佢就會去做噶啦。Pokemon 我諗大家都聽過啦。Pokemon 最紅嘅時候啊，佢哋竟然係研究咗一款呢精靈球嘅移動電源啊！呢啲咁嘅移動電源而家你喺京東都可以揾得到噶。智能穿戴最火紅嘅時候，幾乎佢每個櫃台都會俾你買到智能手環、手錶呢啲咁嘅設備。到而家啦， AI 陪伴式機械人又成為華強北嘅爆款啊！即係話你喺淘寶、你喺網上邊，甚至係街邊見到嘅山寨嘢，古靈精怪嘅電子產品，通常都係出自華強北嘅手筆噶啦。甚至有人講啊，喺華強北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啊！咁點解華強北係有呢種能力去搞咁多古靈精怪嘅嘢出嚟呢？咁原來支持佢呢種創新能力嘅係華強北，佢擁有一個全產業鏈啊！華強北嘅櫃台背後，求其一個老闆背後可能都有成村人去幫佢做生產做服務，而且頭先都講過啦，潮汕幫
佢係可以好輕易咁樣整合到潮汕嘅電子美貨，甚至仲可以揾到一啲工廠去攞到歐美代工剩低嘅庫存原料啊！咁最後啦，點解個產業配置咁好，仍然係會輸甩褲呢？咁其實每一個風口背後呢，都係一場豪賭嚟噶。你坐到風口，你賺到錢；你坐唔到，係跌到粉身碎骨。2020年，比特幣用14個月時間喺11,000蚊美金升到上去60,000蚊美金。當年佢咁樣嘅升幅係勁過股票，勁過期貨嘅。而呢一點呢，好快就吸引到華強北嘅商戶注意。而呢一個係佢哋集體瘋狂去追嘅下一個風口。當時啊，佢哋呢喺某啲商場嘅正中央，甚至乎會貼住一啲標語，個標語寫住服務好每一位礦工係公司嘅第一天條啊！你睇到啊，係礦工啊，係掘礦嗰個礦啊！巔峰時期高算力嘅英偉達顯卡嘅價格係可以俾商戶由3000蚊炒到去12,000一張。華強北當時呢係將追漲殺跌呢一個心態係演繹到淋漓盡致，但到底可唔可以賺到錢呢？你要睇翻嗰啲顯卡嘅商家啦。只要個技術係迭代，算力提升嘅話，華強北囤積嘅低端礦機就可以一晚變成廢鐵啦。有一個商家透露啊，佢話自己有一個朋友用過億嘅房產貸款去囤顯卡，結果全部錢輸晒。唔單止賺唔到錢，仲要倒欠2000萬。其實大部分商戶都知道其中嘅風險啊，但係貪心啊呢兩個字呢係會令到佢哋不停咁抌錢落去啊。因為只要你喺呢個產業鏈上邊，你係可以好容易賺到錢嘅。去到2022年嘅7月啊，當時喺華強北嘅顯卡商戶已經所剩無幾，大部分嘅商家已經唔會再賣顯卡啦。嚟到而家今時今日，我諗佢哋咧，就算有人真係賺到錢都好啦，都唔會好似當年咁瘋狂啦。咁華強北開業34年到而家，最後可以講得上係輸喺貪心兩個字上邊啊。咁當然啦，一個地方如果係有好多機會可以令人發達嘅話，同樣亦都係有好大嘅機率係可以令人破產嘅。呢一樣嘢係相對嘅。如果個個都可以發達，冇人破產，冇人生意失敗嘅話，成個世界都係富翁啦，大家均富啦。咁所以大家記得啦，有機會嘅同時，大家要控制好風險。好啦，咁今集呢，就同大家補充多咗少少華強北方面嘅資訊啦。咁睇完影片就記得俾個 like、訂閱同留言咯噃。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拜拜。